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这一期北京对话张琪，欢迎。北京好，观众朋友们好。张琪这个第3次来了啊，前2次给我们讲述了他这个一路啊进入到欧洲，各种经历的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最终落脚在了瑞典，是吧？那么我们应该已经有1年了吗？没对话了，是不是？差不多。1年多了，快1年半了。嚯，那你先简单给我们讲讲吧，这1年半在瑞典过得怎么样？就是上次跟你对话，结束之后，然后我就被那个从斯德哥尔摩分配到就是北部的一个城市，就是等待这个庇护结果啊，就是从全世界各地来，就是瑞典，就是寻求庇护的人，然后他会给分配到不同的城市来，就是暂时的安置啊，然后就是走这个庇护程序，所以我在这个北部这个小城市等待了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在今年的1月份的时候，然后就是获得了这个批准。然后就是被承认这个难民的身份，现在就是以这个难民的身份在瑞典，就是正在学习这儿的语言，然后就是一点点慢慢的就是适应或者是融入这个社会，然后过一段时间，如果要是语言达到一定的基础之后，可能是会开始工作啊，就是算是那个步入正轨吧，就大概这样一个过程。那你感觉怎么样啊？这1年半，觉得瑞典这个国家怎么样？这个国家就是跟我想象中那个差不多，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就是反差啊。我想象当中也是就是想找一个就是人口密度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呃，这是第一点啊，就是瑞典这边就是人口比较少，尤其是给我分配到的那个北方的这个城市，就是人口是更少的啊，就是跟德国、法国这些国家比起来的话，就是人口密度算是比较低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国家的温度就是北欧嘛，北欧就是比西欧和那个比西欧的温度还有南欧要低很多啊，所以说就是比较适合我，就是比较凉爽啊，我就是适应不了太热的地方，所以说整体上来说比较适合我，其他的方面呢？你觉得瑞典当地人对于你跟当地人有过一些接触吗？平时？我跟瑞典当地人有一些接触，但是不是特别多啊。就是我跟瑞典人接触的基本上是工作人员啊，就是比如说负责我这个案情的这个就是工作人员，律师啊，还有一些就是移民官呐、还有一些福利机构的这些人呢、就是给这些难民进行服务的或者是帮助的这些人啊。然后平时我喜欢钓鱼啊，也在那个钓鱼的时候认识一些那个就是喜欢钓鱼的当地的人那些朋友，然后我们也是那个简单的交流啊，他们整体上来说就是比较的友好啊，就是呃对待外人吧，反正我觉得就是没有明显的就是感觉到就是不友好的这样的情绪，我觉得整体上来说还是就是他们比因为较的那个你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能适应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的啊。因为你其实即便不去瑞典，你的人生也是到处漂泊，是吧？所以我觉得你这方面能力还挺强的。之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对话的由来嘛，对吧？因为最近有一个藏人自焚的这个事情，那你之前是在拉萨待过10年。是吧？是的，是的，那其实西藏包括拉萨，
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那也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异域他乡的那种感觉，很多东西跟所谓的汉地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是的，觉得你能在拉萨能待10年，那是你到瑞典，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适应的问题啊。是的，是的，但是就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差距，因为语言拉萨虽然它是一个就是异域，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聚集地啊，但是嗯呢，整体上在人口上来说还是以汉族为主，就是说中国嗯没有一个地方是这个就是汉族人是少数的啊，基本都是那个，虽然是那个藏族人是比较是一个藏族人的聚集区，但是外来人口就是汉族人作为外来人口还是占大多数的，嗯所以说就嗯，是在语言上，就是还是一个整体上来可以说是一个汉语没有什环境么障碍，啊，没有什么障对碍。汉语环境，对，但这个就是跟那个外国来说，就是还是不一样的，行，你就继续加油吧啊！带着过去的经验，我相信你适应瑞典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是那么好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就来聊正题了啊。那今天想跟嗯。我聊的是你在拉萨的一些见闻，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前几天我也看到一个那个消息，就是一个嗯在法国的一个就是藏族人权的一个活动人士，叫华语挺赞会的其中的一个女孩儿啊，嗯她在法国然后进行一些就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藏族人的那个人权问题的，也做过很多这样的活动啊。然后嗯他在去年好像是去年年中的时候，他回了一趟国，然后就是被捕了啊。这个女孩儿她也很年轻，就是00后，好像是二三岁的那样子啊。然后我看新闻是最近她以那个煽动分裂国家罪被起诉了，就是跟我当时就是的罪名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啊，然嗯后就是让我想起来了，就是当时我在坐牢的时候认识的其中的有一个朋友，呃，他让我想到了，就是以后如果有一天就是我就是离开这个监狱，离开这个牢房，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的自由，呃，不能作为一个终点。就说这个，因为那个就是我亲眼目睹了这些藏族的政治犯的他们的遭遇，还有他们的一些跟我之间的这些情感的这些交流，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事情已经变成在某种程度上是我的一种责任啊。嗯。所以说我就是想起来，然后就是也看到了你上次做的那期节目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因为毕竟我亲身在那边生活过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说嗯，我就是想聊一聊我的那个经历吧，就在西藏的这段时间啊。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些藏人政治犯的？呃，那当然是我坐牢的时候那个认识的这些，就是我在西藏的经历就是分两个阶段嘛，一个就是我坐嗯牢之前啊，一个是我坐牢之后啊，就这样的。所以说我就是主要是想讲讲我这些政治犯朋友的经历。在这之前呢，我就想简单那个介绍一下，就是我在西藏生活这么多年，我目睹的就是西藏的自由的状态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整嗯体上一个变化，就是从我刚到西藏到后来就是我离开西藏的时候，这10年。西藏嗯整体自由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这个也不光就是关乎于藏族人，也关乎于所有就是生活在西藏的人啊，就是这嗯，样的。就是说行吧。我是2012年的时候，就是以旅游的目的，然后就是第一次去的拉萨啊，嗯那个时候没有在那边就是生活，就是暂时在那边旅居了1个月的时间啊。当时呢，就是
拉萨最重要的一个古迹，或者说一个那个就是宗教场所叫大昭寺啊。大昭寺，它是也叫八廓街嘛啊，就是大昭寺它当时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就是建筑啊，它就是四面吧有不同的就是巷子可以通向那个不同的那个就是说街道。但是呢，它是没有围栏给它围起来的啊，就是大昭寺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一个建筑群，是这样的啊。然后藏民可以那个自由的在里边那个进行宗教活动，朝拜啊什么的这些。然后游客呢也可以在里面就是游览，购物啊，就是这样的。这是我2012年的时候，就是大昭寺或者是拉萨的一个状态。就是当时是相对自由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就是跟那个之前我没有去过拉萨之前，那它已经不是最自由的时候了。但是比起现在来说，还是相对比较自由。我听一些就是去拉萨比较早的人说，就是08年之前，拉萨的自由程度是最高的，就是314事件之前。那个时候就是外国的游客可以那个就是自由行，他们可以那个就是不需要跟旅行团就可以在拉萨旅游，就是他们可以在那长期的待着，只要你签证允许的话就可以。但是从那个2008年就是314事件之后，就是外国人就不允许在自由的在那个西藏。就是游览或者是那个他们就是生活都不允许了，他们必须有那个专业的旅行团，那个就是跟着他们或者陪同他们，他们才能够就是在西藏活动啊。这就是当然就是我去西藏的时候已经不能随便见到外国人了啊，就是偶尔能看到就是外国人那个跟着旅行团就进行那个游览这样。这是我12年的时候啊，就相对还是比较自由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是我2012年5月份离开拉萨的时候，就是我离开没有多久，不到1个月的时间，然后就是出了那个也是在大昭寺出了那个一个自焚的事件啊，就是在2012年大概5月底或者6月初那段时间啊。这个自焚的事件就是出了之后，就是拉萨在一夜之间，就是很多关键的，就是公共场所，就是寺庙，都建起了这个铁的这个栅栏啊，就是不允许自由的进出了。就是首先是以大昭寺为主的，然后是布达拉宫，啊，就是这是就拉萨自由程度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变化的一个那个时间点吧，啊，就是在2012年，然后呢，就是我在2013年的年底的时候再度回到拉萨的时候，就是隔了1年多啊，然后我决定这个在拉萨长期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已经就是大昭寺必须得通过安检才能够进去了啊，之前是没有就是任何的那个障碍的啊，然后我第2次回去的时候。就必须得通过安检，就是检查你的随身物品，还有你的身份证。身份证那个时候是不需要那个每次都检查，只有重大的那个关键的这些日期，比如说国庆节，或者说是314。314是一个拉萨的一个就是敏感日期，就是说纪念那个2008年那个314事件，然后每年这个时间段都是拉萨最敏感的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些时间需要检查身份证，平时的时候是不需要检查身份证啊，只需要简单的过一个安检就可以的。然后在2015年前后呢，这个就是安检就升级到每一次你进入大昭寺都必须要刷身份证啊，这是那个升级了，这个安检升级了，然后最后到。2019年前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这个安检好像是还要那个涉及到一些，反正就是是不是要刷脸？好像是我记得有可能有这个，有可能是我记错了啊。
就是这个安检一步一步的那个升级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状态，这是我经历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在安检方面的。当然，大昭寺是我经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比较记忆深刻。还有其他地方，比如布达拉宫啦，或者是那个色拉寺啦，这些都是一样的啊。这是一点。还有呢，就是在自由方面的，就是我经历的一个变化。另一点呢，就是说那个就是我所见证的拉萨的变化，就是说那个有系统性的对就这个古建筑的拆除啊，就是我所见证的。因为拉萨就是八廓街就被称为那个老城区。老城区是以那个就是很多就是这个古建筑组成的啊。然后呢，就是从我去的时候，就是我注意到，就是很多的那个古建筑一夜之间就是它变成了那个废墟，然后呢，在一夜之间呢，它变成了一个就是就叫做伪的古建筑吧，咱们就可以说是它模仿原来的那个就是外形啊什么的这些。在原地再盖起来一个新的，啊，就是这个不是一夜之间那个完成的，它是就是我在那十年的时间，它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完成的啊。这个就是它有没有必要就是进行这样的就是所谓的全面把它这个古建筑完全拆除，然后再盖一个新的呢？我觉得就是很多建筑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的，而且它可以进行一些修缮，但是它没有必要把它完全拆除。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是在我看来是有目的性的，就是说通过拆除古建筑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进行一种文化上的就是清洗吧。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这个古建筑跟西藏的这个文化的灵魂，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关联性的啊。就比如说我经常去的一个寺庙，那个寺庙它在建筑的安全性上，在我看来是完全没问题的，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就是因为那个西藏的古建筑它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具有美感，而且是具有实用的就是两方面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种那个建筑形式，它是完全用那个石头垒起来的啊，用石头垒起来的，可以说是就是非常的耐久，就是基本都是几百年的这样的建筑啊。有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古寺庙，它的外形就是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非常美的享受。然后呢，就是有一天我一夜之间去，我有几个月的时间没去那个地方，然后我再一次去那个地方，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建筑，就是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建的啊。它原地那个把那个建筑拆了之后，又盖了一个新的，就是这样。这个，然后呢，后来呢，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文章，就是说，国际上的一些藏学家在联名呼吁保护那个拉萨的古建筑，啊，这是就是另一方面，就是一方面是安检方面的，另一方面是就系统性的就是对古建筑的这种拆除，这是我看到就是关于拉萨的灵魂的一点点的消失吧，可以这样说啊。然后就是我在拉萨认识的一些朋友，就是我对拉萨的观察，还有就是共产党是怎样的一个就是系统性的对西藏进行维稳的呢？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就是在政策上呢，就是说，它有那个就非常非常的扩大了那个就是西藏的公务员的规模，就是说，有很多地方啊，就是说那个比如说一个安检吧啊，它明明就是比如说一个那个岗位有一个或者两个人就可以，他可能把这个编制扩大，然后呢用来容纳那个就是拉萨的就是藏族青年的就是应届的毕业生啊。
就是这些青年他们在大学毕业，有的是上了那个西藏班，就是内地班吧，就是把那个藏族的学生这个就是送到内地去上学，然后那个他们毕业之后基本上很少有留在内地的。我觉得这个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可能也有一些制度方面的障碍，就是他们很少能在内地就业的。然后这一部分人又回流到西藏之后，这个就需要一个就业的问题，还有一个稳定的问题。所以说他们大部分都会选择那个考公务员，就是藏族的年轻人，就是我所认识的这些藏族的年轻人，他们有很大的比例，就是他们的出路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就业都是考公务员啊，因为那个好像是共产党故意把这公务员的门槛，就是西藏的公务员的门槛给他们设计的相对比较低，就是他们考公务员比较容易考上。这就是我看来这也是一个就是维稳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说把这一部分的那个年轻人那个把他们安置在就是体制内吧，就可以说是啊。然后就是不安置肯定是不稳定啊，那这么多年轻人干嘛去？是的啊，这就是我所那个见证的，就是这些那个共产党对于西藏的各种方式的，就是关于人的维稳和关于比如说这些一系列的这些操作吧啊，就是说系统性的，这都是系统性的，就一步一步实施的啊。包括就是我也是我刚开始到拉萨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藏族人他们是不能那个自由出国的啊，就是他们不被允许办这个护照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能办护照，是极少数的人是可以的，比如说因公出国或者说是留学啊，当然这个门槛是非常高的，就是说你的家庭有一定的条件，或者说要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出国了以后，你的家人在某种程度是要给你担这个那个做担保的作用啊，对，是的，如果你在国外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不回来了，那你肯定是就是家里人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也认识几个就是出过国的藏族人，就是也很优秀的啊，他们也是那个选择回国了，最后啊就做一些事情，当然这是极少数的，大部分的那个就是藏族人。他们是不被允许办理护照的，就是不能自由出国，当然这也不限于就是那个藏族人，它包括就是在西藏生活的汉族人，就是西藏户口的汉族人，也是不允许那个办理护照的，就是不能自由出国的啊，这是我。就是我在那个就是坐牢之前，这是你在坐牢之前接触到的西藏社会面的一些情况，和你接触到的对，就是一些比较浅显的，或者在西藏的汉人。那你到监狱之后，又见识到了另一面，是吧？是的，就是我是2021年的1月份，然后那个就是开始坐了牢啊。我在那个拉萨市的这个看守所，这个时候就我坐牢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我认识了那个一个老犯人啊，就是这个老犯人呢，他是2008年就是314事件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他也在坐牢，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就是314的时候，不就是这个就是奥运会的时候嘛，那个期间就很有名的就是所谓的拉萨的暴动这个事件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正好是在监狱里头坐牢，他见证了就是他在监狱里头见证了这个事件，等于是就是314事件。然后他跟我说呢，就是当时在314的时候，就是拉萨这个看守所当时是那个人满为患啊，就是说抓进来的人已经是那个快关不下了。我们当时住的那个牢房里面，就是他的配额是10个人，也住一个房间啊。他说当时那个就同样的一个房间，当时能关下20个人甚至30个人
就是在一个房间里啊，就是他们睡觉的时候，有些人是根本不能躺下的，只能是站着睡觉，就是在站着睡觉。然后有一些就是在里面好像是就是混上那个就是地位比较高的这样犯人，可以在床上就是并排的这样躺着啊。大部分人是站着睡觉。然后一天那个只能吃到那个一个馒，好像是一个馒头还是两个馒头，就是一顿饭每天给啊。然后这些犯人，然后就是他们饿的时候就是没办法，就是特别饿的时候，就在那个墙上，有人把那个糌粑就是糊在那个墙缝里头，然后他们把那个就是也过去的那个犯人糊在那个墙缝里的糌粑抠出来，就是充饥吧，然后呢，他说当时就是在拉萨看守所的时候，在拉萨看守所的那个院子里。院子里头设了一个就是公开的这个就是法庭吧，就露天的法庭啊，设了一个露天的法庭，然后流水线的是的给这些抓来的这些就是好像是就是314，因为314事件抓进来的这些人，给他们那个判刑啊，就有可能一个人上午抓过来，可能第二天就被判刑了，就这样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波及的人非常的多啊。这是我通过一个犯人那个身上知道的。你说的这个老犯人，他08年314之前他就已经是作为政治犯在服刑了，是吧？他是因为什么事儿？他当时不是那个政治犯，他当时是因为那个杀人杀人，然后他是先被那个抓进去。就是314之前他被抓进去的，就还没有判刑。他是藏人吗？是藏人啊。杀人，为什么杀人？应该就是一些那个就是民事纠纷吧，我觉得就是啊，就是可能是那个民风比较彪悍吧，就是当时就是那个他们这个民族有这个这样的啊。然后他那个时候好像是被判了几年，10多年吧，好像就出来了。然后这次可能由于他有一些小案子什么的，又被抓进来了，就是。然后他跟我讲，就是你们后续还有联系是吧？我后续跟他没有联系，就跟我讲这个故事的人，我跟他后来就那个分开关了啊。我们只是就是在里面一同住了差不多也就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是他给我讲述那因为这个08年314，因为314抓起来的这些政治犯，你在里面接触过吗？接触过，我没有直接，因为你是21年进去的，对吧？那你21年进去，距离08年已经过去13年了。是的，是的。我没有直接就是接触过，就是08年的这批314的那个就是政治犯啊。但是那个我知道，就是08年的这批人还有关在监狱里啊。就是当然这是那个我听其他的就是政治犯说的啊，我没有跟他们关在一起啊，就是因为那个我一开始是关在看守所。后来是我转到那个就是监狱，转到那个曲水监狱啊。在曲水监狱的时候，我听那些老犯人，因为有一些很老的犯人，就是在里面判的，有的是无期的，有的是死刑转无期的，他们也在那个监狱待了很久很久。然后他们跟我说的就是08年的那批政治犯，至今还有关在，仍然关着没有放这是我那个就是。你说。没有，我就想问问你怎么理解这个314这个事情？就是当时藏人的这种抗争和抗争的方式，因为你肯定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吧，对吧？包括关于这些政治犯的一些故事，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以及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这个就是要分我去那个西藏之前和那个去西藏之后啊。去西藏之前，我也听过，就是朦朦胧胧的也知道这个事儿，就是08年不是奥运会这个事儿，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那个所谓轰动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大家都关注。
而且08年我当时也是在北京啊，那个时候我在北京那个工作啊，也听说了什么记得那个时候出了3件大事嘛，第一个就是说西藏这个314事件啊，第二个就是在什么法国巴黎这个就是达赖喇嘛到了法国巴黎，然后这个火炬传递好像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啊，然后就是汶川地震嘛，啊，好像这出了这几个大事儿哈，08年。当然我当时08年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事儿，我肯定我的看法是跟当局是一样的了，就是说，这些藏族人就是怎么说呢，在搞破坏的这个行动，或者说暴动啊，就是一群暴民嘛，啊，这就是我当时08年的看法就是这样，就是跟共产党的宣传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我到了拉萨之后啊，就是对于就是藏族人的情况，就是有了一些感同身受啊，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系统性的遭受的这种所谓的压迫吧啊，就是说，我原先是处于一个就是说抽象的理解西藏，或者说我根本对西藏没有任何了解啊，只是要知道有这个地方叫西藏啊。然后对于任何细节方面的东西，我一无所知啊。到了西藏之后，然后通过跟藏族人的接触，还有他们的一些处境的一些了解之后，然后我重新看待这件事，就是314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怎么说呢？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可以这么说啊，也可以这么说。当然，他这个方法确实是也造成了一些就是普通的人的就是伤害，受的伤害，就是说汉族人啊，当时有一些商铺被烧了，被砸了，可能也死了一些人。当然，这个结果是悲剧啊。当然呢，我当时还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就关于314，跟你分享一下。因为314发生的时候，我当时在丽江，然后我们当时本来是要去拉萨，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就没去嘛，啊，就去不了。然后正好我们有一个朋友，当时是在拉萨开客栈的，然后呢，这个314发生之后，他拍了很多的照片。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就从这个陆路，他直接开车就跑到丽江来了，然后就把这些照片就全都带来了。我们当时就在他那个单反的相机里就看这些照片，挺吓人的，挺吓人的。而且呢，就是很有意思，不能这话说的不对啊，不是很有意思，就是挺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当时说。这些西藏人说砍人啊，拿刀然后砍人，说不只是砍汉人，还砍了维吾尔人，这个我觉得当时我是觉得挺奇怪的，就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就已经，因为这都是那个朋友他说的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他亲眼见的呢，还是他又听别人道听途说的啊，都是这么传。就说呢，他们这些藏人等于就是拿着刀啊到处砍人，说就直接冲进了一个建筑里，结果呢，里面全是维吾尔人，这就发生冲突了。说后来这些维吾尔人又拿着刀又反杀回来，说那些藏人又打不过他们，反正就听了一些这些故事啊。我到现在我也无法核实，就是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事情。但是当然了，就是你那句话我是认同的，就是说你有压迫了嘛，压迫太久了之后，那这个被压迫的人采取什么样的反抗方式，怎么说呢？我们不一定都支持，但是是能理解的，对吧？因为他被压迫了嘛，你可能有一些亲朋好友因为这个事情可能都死去了，或者他长期的人就那个脑子就不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他做出什么样的出格的或者发疯的事情，我们都能理解。那么当然了，就是我们今天这场对话由来，就是说这个前2天这个藏人自焚的这个事情，对吧？那么我觉得自焚也是一种抗争的方式，对吧？你可能
我觉得比如我恨中共，或者我恨由此啊，就是连带着说我恨所有的这些汉人，就是有的他们是这么想的嘛，对吧？那我就想要拿刀去砍你们，这是一种抗争方式。然后有的人呢是说，我即便这样，我还是不想伤害别人。结果他就，但是又有这个有一些意见想表达，又有这个情绪想表达，就是难以释放出来，最后就是伤害自己。我用自焚的方式来表一个态度，表一个决心什么的。那这两种方式你怎么看？这两种方式就是说，一个是伤害别人，一个是伤害自己啊，就是表达这个，就表达这种抗争，是的，是的。这个第一种方式，我觉得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现在可能是在中国有的地方也在上演吧，就是说所谓的限中，限中可能就是一种那个爆发式的一种啊，当然这个东西也肯定是非理性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虽然是他那个就是他的精神崩溃了，但是呢，就是他报复的对象有可能也是有经过选择的，就是说那个有可能他没有直接的那个报复，伤害他的人，他是选择无差别的报复了一些就是路人吧，啊，这是一种方式啊，就是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就是也是人性的一种弱点吧，啊，这是啊，当然这个跟那个就是所谓的藏族人的这种那个可能是还有本质的区别吧，啊，因为藏族人可能他在潜意识里头就是说压迫者不但是那个共产党，有可能还有那个汉族人啊，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吧，我觉得就是汉族人虽然就是普通的汉族人虽然是那个不是主要的施害者。但是有可能起到了一个间接的这种那个怎么说呢？辅助的作用，或者说是一个助纣为虐的作用，有可能是在他们的意识里有这一点啊。当然我看起来，我倒觉得差不多，其实没有区别。你说就现在这些限中的事情啊，它等于无差别的伤害这些跟他毫无关系的平民嘛，对吧？我们其实中国人讲话就是冤有头债有主，你这个报复也好，报仇也好，你要找对对象。但其实，在他们的认知里，就包括314的，我觉得一些藏人的认知里啊，他不会搞得那么清楚。就我这个冤有头债有主，这个主到底是谁？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就是这个社会的问题。你像他比如宪中啊，无差别的去对这个社会去报复，他觉得他自己的苦难是整个社会造成的。你们每一个人，就你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是不是汉人，你是就是他们不管了，他觉得就是我是一个特别可怜的受害者。那你整个这个社会上，你还正常过你生活的每一个人，他认为你们都有罪，所以我无差别报复你们，他觉得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那些藏人也是觉得说，反正我眼里所有的汉人都有罪，我怎么去报复你们？你们也都活该，所以我觉得本质上他们这个思考的方式是一样的。我在监狱里头也接触了一些，就是藏族人，就是他们发表对这个314的这个看法，他们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就是我见到了很多就是批评那个就是314的，所谓批评就是批评他们本民族人，就是参与314事件的这些人啊。他们认为就是那种方法是不对的，就是说不但那个就是说达不到一种所谓的就是他们的目的，就达不到就是比如说推翻中共或者是独立这种目的，而且就是对那个藏族人自身的自由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啊，就是也有这一派的观点，还有什么跟我们讲讲？就是你接触的所有的这些政治犯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对你刚才说这个就是另一种就是自焚嘛，这自焚这个就是在我那个就是在监狱里头也是那个有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就是说我认识的其中的一个那个政治犯吧，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就是藏族人，就是大概就是20岁左右的一个藏族人。
然后呢，他是那个受教育的那个程度不高，他可能是大概也就是一个小学的那个学历，但是呢，就是他的那个头脑是非常的那个聪明，就是说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对信息的这种那个接受程度和获取的这种那个方式，他都比较的那个灵活就是这一点上，就是他要显示出他年轻人的这个优势而且他对那个就是他们民族的命运也是比较的关心这个就是跟现在很多大部分的藏族的年轻人可能是已经有区别了。现在可能是很多的年轻的藏族人。在某种程度上，对民族的命运，要么是迷茫，要不然是就是已经不是特别的，就是这种关心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该往何处去这种想法就是所谓的对这忧国忧民，或者就是可以说，如果是这个西藏是一个国的话有这种那个就是情怀的人，可能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认识的这个年轻人呢。他就是那种很关心民族命运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是怎么认识他的呢？就是当时我是一个汉族的政治犯，然后呢，就是我在看守所里头几乎那个看不到就是跟我有同样罪名的人或者是我听说过有跟我同样罪名的人，但是他们不会，也就是把我跟他们关在一起，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潜规则，就是政治犯跟政治犯之间要分开关，就是不能关在一起。这个可能就是他们说，就是你们政治犯之间碰到一起，就会那个说一些这些反动的话，产生新的火花。对，然后间接的可能会就是影响到那个就是其他的那些好犯人，就是说思想正常的犯人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我一个政治犯跟其他的刑事犯一直是这样的关在一起然后突然有一天呢，就是我被那个我们就是那个监视转过来一个犯人就是这个年轻人呢，他是很瘦挺高的，又高又瘦，然后文文雅雅的这么样一个人是藏人吗？然后藏族人然后他关进来之后，就是我知道他也是个政治犯也是个政治犯。然后我俩刚开始就是彼此就是还是有一点点试探，就是没有那个就是马上就进行那接触，毕竟民族不一样嘛。如果他是一个汉族人的话，有可能我们马上就会聊起来就是民族之间这个隔阂还是存在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监视里呢，每天呢，他在晚上7点以后有这个娱乐活动就是你们在7点以后可以那个一起打打牌呀什么的，就是玩一玩这样的所以，但是呢，每天我都不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就是对这种活动不感兴趣。就在他们打牌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旁边待着，要不然看会儿书要不然发会儿呆什么的，就这样的然后就在我发呆的时候，然后就是这个藏族的年轻人就是过来跟我那个聊天，然后他就是问了我的罪名，然后我也问了他的罪名，然后就是我们俩的罪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都是这个煽动分裂国家罪就这样，然后我们之间就是有了一定的就是亲近。那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他实际上是那个就是在一个就是废弃的建筑上，就是涂鸦了那个就是反动的标语，这样的具体是什么你知道吗？还记得吗？就是他写了什么？就大概关于那个西藏独立的这样的标语。那他被判了多少年？他其实被判的不久，就是大概2年多吧，就是这样。那还不算长对，不算特别长，所以说，但是我就是当时挺惊讶的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很多年轻人就是很多政治犯，就是藏族的政治犯，他们也许就是会触犯这个就是所谓的政治的这个红线但是他们大多数是由于宗教原因
就说比如说信仰那个达赖喇嘛啊，然后在某种程度上，然后不小心就触碰了这个红线啊，这是宗教原因。但是他呢，就是他关心的不仅仅是宗教，就是说，比如西藏独立这个议题跟那个就是藏传佛教怎么样，达赖喇嘛怎么样，这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是吧？就我在我看来是有区别的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西藏独立这个议题，我觉得在某种程度是更偏政治啊，更加的怎么说呢，宏观一些吧，或者是我觉得一般的人可能是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或者说是，即使没有放弃这个想法，也不会把它那个就是当成一个可行性的目标来就是怎么说呢，努力吧啊。所以说我当时见到这个年轻人，就是我挺敬佩他的啊，在某种程度挺敬佩他，因为他这个理念跟我也是比较重合，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分裂主义者嘛啊，就是说咱们那个国内的就是反贼里头也有分两种嘛，一种是所谓的统，一种是所谓的分裂。啊，就是说那个有一种是说咱们那个即使是那个共产党倒台了，咱们中国还是要那个就是一盘大棋啊，就是说各个比如台湾也好啊，西藏也好，香港也好啊，都是中国的啊，这是一个立场的啊，我呢是另一个立场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支持分裂的啊，这个不光是那个台湾的分裂。或者是香港的分裂，或者是新疆的分裂，或者是西藏的分裂，或者是更细分的一些地方想要分裂，我觉得，我都是支持的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国的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统啊，就是说，就是大家都在搞到一块儿去，就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如果分裂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好一些。当然，那个他这个就是西藏独立。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就呼应了我的这个理念嘛，我给大家放一张你传过来的照片啊，这就我们看到了，你看这个就是所谓统的问题，你这一个这西藏的喇嘛是吧？坐在这个西藏的这个建筑前面，然后呢挂的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标语。这就特别的，非得搞到一起去，就特别不和谐，也不好看，对吧？怪怪的，特别别扭。这张照片其实这是你拍的，大概是这是我拍的，这大概是2018年吧。2018年这个活动就是扫黑除恶，不光是西藏，好像是全国范围内的一场运动。当时啊，只是这场运动当时就是在西藏的一种那个就是表现嘛。啊，就是当时大街小巷全都是这个标语，所有的商家门前都是贴了拉了一个横幅，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扫黑除恶。所以这张照片我在拍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由于我觉得很有这个怎么说呢，很有它的那个反差感吧，或者是一种这个新闻的这种敏感吧，就是因为当时我当过一段时间记者吧。可能是我，然后我就拍了这张照片，啊，这个也是有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信息量挺大的，是挺好的。然后我们还有一张啊，还有一张照片，这个是什么？给我们讲讲。这个就是刚才就是我讲的，就是呃共产党在系统性的就是对拉萨的古建筑进行一个就是拆除啊。拆除这张照片呢，就可能一般的人猜不到，就看这个局部的照片，不知道这是哪里的那个位置在哪，不知道这是哪的建筑，就是这张照片呢，它就是大昭寺啊，这栋建筑就是大昭寺的建筑群里面其中的一栋而已啊。就是说，大昭寺呢，它是一个那个建筑群啊，就是有很多的独立的建筑组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建筑群，然后呢，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老建筑，只有那个一圈外围就是通过八廓街转圈的时候，你在外面可以看到的那一圈
是老建筑。然后呢，一圈里面围起来的那个独立的那些建筑，已经那个稳步的一点一点的拆除，盖了新的。就像这个建筑，这个建筑你看上面是木质的啊，这个木质它上面是夯土的，就是藏族的那个传统的这个工艺啊。然后他把它就是这样的完全拆除了，拆除了之后呢，再在原地重新盖一栋新的，这是那个就是正在系统的那个进行的事情啊，就是说在拉萨的古城区，真正的老建筑已经所剩无几了。好，我们回来啊，继续，还是把今天这个话题聊完。你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关于你接触过的藏人政治犯们的一些故事和他们一些看法啊？我就继续说一下，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政治犯，就是我跟他聊天了之后，就说他怎么样那个就是形成的这样的，就是所谓的他的这个想法的呢，或者是他的这个想要西藏独立啊？为什么他这么想？就他这个理念的呢？就说他跟我说，就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好像是未成年的时候，他就是接触过那个藏族人处境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啊。他说他小的时候就在314之前，2008年之前的就是前一些年，差不多2000年之后吧，到08年之前。他说他收到过一些那个就是光碟啊，这个光碟里面就是记载了就是在不同的藏区有藏人自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视频信息啊，就是有的照片有的那个拍的是比较模糊的，就是那个设备可能是比较那个就是落后就是比较不好的那种设备拍的那个不是很清楚的。他就看到了有很多起的这个藏族人自焚的这样的视频就在这个光碟里，有可能是有人那个就是在做这种事儿吧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藏族人知道，藏族世界或者藏族那个文化圈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小时候是那个就是见证了这些事情吧，可能说间接的见证了这些事情然后后来呢，就是他就是也学会了翻墙就是说他看到了那个就是墙外的这些世界，通过墙外的互联网，然后他反过来了解了那个他们就是这个民族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的历史，还有他们所遭遇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这样可能他一步一步的就是怎么说呢？可以说是觉醒吧，我可以称之为觉醒然后我跟他聊过天，我说就是为什么就是想要独立呢？就是说其他的那种方式那个不可以吗？比如说在那个就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头实现那个这个民族的，就是你们这个你的目的，自由的目的不可以吗？我觉得他还是有一点就是类似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这样的一种那个相似的这种观念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少数的这个一个群体，在这样一个那个大的这样就是所谓的那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当中，就是所谓实现真正的我们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的就是即使是那个以后真正的实现了民主政治，可能由于我们是那个少数派就是在某种程度，如果是大部分人的意识形态并不接受就是某种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个不自由或者受压迫的我觉得就是他们觉得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要是我说就是那你以后建国了之后，即使西藏独立了之后，你还要是面临你自己的问题，比如说你怎么样能实现自由或者是民主就是说不是说你建国了之后你马上就能得到自由他说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还是要走出第一步，
再说，就是说先有一个国，然后再实现就是后续的这些问题，就是大概这是他的那个就是给我传递的就是他的这个一些想法。你们就在这个牢房里就这么聊啊，还是小声的窃窃私语啊，还是怎么聊？牢房吧，它是那个有监控的啊，就是那个监控无死角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监控我们所有人，然后所有地方你是不可能有那个隐私的，但是呢，那个监控就是它是不开声音的啊，就是在大部分时间是不开声音的，除非它那个重点要那个监视某一个那个就是某一个房间。它可以把那个声音打开，这样它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那个就是同样的，就是一个监控的那个房间里，它有很多很多的屏幕，它不可能同时把所有的那个房间的那个声音全都打开。你通过视觉的方式的话，就可以那个同时观察到很多的监视有没有违规的行动。但是如果你把声音打开的话，那就信息量太大了。啊，所以说在矛盾。你怎么知道你们在聊这些内容的时候，他们没有去听呢？没有把你们这个房间的声音打开？这个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被听到啊，就是我经常在里面说一些就是反动的话，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那个就是他们听到的还是我被举报的啊，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被那个就是管教给叫出去，叫出去就是单独训话，就是由于我的这些言论方面的违规啊，就是有一次那个我们犯人在做那个运动嘛，啊，就每天都要做运动，就广播体操啊，每天都要做这个广播体操。然后我在领着他们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我就说那个，砍掉包子的狗头，然后跟那些那里面的人大部分是藏族人，然后我教了他们那个什么是包子，我说就是他们原先不知道什么是包子啊，然后那个然后我跟他们说了啊，包子是谁？啊，他们知道了，然后我说啊，砍掉包子狗头，然后说这样的，后来那个我就被带出去了，就被管教带出去了说你在里面说了什么东西啊这些，然后我就说我说了什么东西，他说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我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呢，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抓进来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肯定要说这些话，对，就不是说他们完全就会是一种失控的状态。他们就是不是说所有的你说100句，他们全都能知道，可能是有一部分，要不然是有人那个就是打小报告啊，他们知道了，要不然就是那个他们可能是重点关注你的时候，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政治犯嘛，那他就可能是额外的那个就是单独的监视你啊，就是他们获取的一些这些。感觉你21年的时候，你们这个监狱啊，好像还可以啊。你在监狱里都还敢说这些话，也就是被训话一下而已，还挺怎么说呢？不能叫自由，就是好像还挺宽松的。这个我觉得大部分的审查其实是那个自我审查啊，就是这个跟那个在咱们就是你没在监狱的时候，你在就是所谓的自由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就大家说啊，中国很不自由，其实他也没有把那个摄像头都那个就安装到你的房间里，是吧？就大家也不敢说话嘛，是不是？这个不敢说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我审查嘛。就是说我害怕这件事儿，心理上害怕这件事儿，所以就不敢说啊。那更何况是到了监狱这样一个更加的那个就是所谓的恐怖的这种环境下，那大家可能就更不敢说了啊。那这是那个那是就对于实际上有多这个程度，跟你心里头预想的这个程度，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啊。所以我在里面，我就是你肯定是很敢说了，就是感觉你都被关皮了是吧？就是，但是你觉得在你们那个牢房里啊，那个监狱里面那些藏人，想说你观察他们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会像你这样敢于去和这个狱警去挑战他们，或者继续的在监狱里还这么表达自己？
藏人那个精神状态是跟你有你这样的人吗？还是说他们都就是关起来之后就特别的谨慎、谨言慎行那种状态了？他们肯定是在某种程度上更谨慎就更加的谨慎。不是说他们脑子里头没有这个事儿只是说那个他们呃对这件事儿更加的怎么说小心啊。如果说他觉得你是一个可靠的人，有可能他会跟你说一些就是心里话但是不是说跟所有的人都可以说的。当然这个我觉得是那个一种不平等所谓的不平等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虽然汉族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自由的，也是那个就是被压迫的，但是呢，这个被压迫的等级对于藏族人来说就是更加的强，或者是更加的那个就是全方位的。所以说他们，比如说同样一件事儿，就是一句话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受到的惩罚跟在藏族人嘴里说出来受到的惩罚是不对等的。就比如你刚才说这个砍掉包子的狗头，你说呢就是被拉出去驯化一下，那如果是一个藏人说，那就有可能对更加严厉的惩罚是的。所以说就是他们不敢说这个，我也非常理解，就是他们的这个处境这个包括在外面的时候，我没坐牢的时候，我也跟一些藏族人聊过，在茶馆里头也聊过一些就是所谓的敏感的这些话题他们就是更多表现出来就是非常非常的克制。这个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在政治上我们处于一个平行世界因为藏族人他是就是怎么说呢，无时不刻的在这种监控当中那相对来说。汉族人可能是更自由一些当然打引号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就是程度之分的在程度上肯定是比藏族人要多一些。好非常感谢给我们讲了这么多你当年在拉萨的这个经历过的、接触过的藏人这些故事我们这儿有一个留言是有一个问题问你的，你看你能不能回答一下？我给打到屏幕上了，他就说现在全球是这种反移民的有一个浪潮吧，对吧？那么不只是反合法的移民也对政治庇护有一些抵触。他就想问你在瑞典有没有感受过白人对这个黄种人的一种歧视？你感受过吗？以及当地人对你，包括如果有西藏人的话友好吗？还有以及政治庇护的这个难度感觉高吗？等等，这3个问题你可以一个一个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川普这个反移民不仅对非法移民，也对合法移民。我觉得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现在没有那个收到一些那个具体的信息说那个川普的他这个方针是反那个合法移民的，我只知道他是反非法移民的我没有听到任何那个关于川普也反合法移民的这个信息那我在任何的这个公开场合我看到的都是川普反的是非法移民是这样的。而且那个川普不还推出一个卡吗？就是说那个你花几万美金就可以买一个那个美国人这个身份这个就是跟所谓的那个反合法移民是相违背的就是其实他是欢迎那个合法移民的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只要对美国的这个社会是怎么说呢？我说有利的比如说你能给这个社会带来钱，或者你有某种技能你有某种特殊的技能，可以给这个社会带来这个技术或者说活力，那我觉得就是MAGA 吧，或者说川普的这个主义是欢迎的。他绝对不是一刀切的反对所有的所谓的美国以外的外来人他只是反对这种就是所谓就是不请自来闯进来的这些人就是像我这样的人
我觉得这样，这是第一个问题，我的看法啊，我的看法。第一个问题是你在瑞典有没有感受过白人对黄种人的这种歧视，有吗？我觉得就是表现出来的这种歧视，我没有感受到。就是说，我歧视你，但是我在脸上直接就表现出来了。比如说啊，我这样看你啊，或者说我直接言语出言不逊呢，这我没有看出来。但是内心的歧视有没有呢？那这就不好说了。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人心隔肚皮，你不可能去那个就是就比如跑到说同一个事情，这个当地的瑞典白人啊，对待你和对待比如一个来自中东的，或者一个黑人，或者就是跟他一样的白人啊，不一样。对别人呢给予一些方便呀，或者笑脸呀，或者一些优待啊，但是对你呢就比较的冷漠一些啊，给你造成一些麻烦什么，有没有这种事儿经历过？有吗？这种是没有的啊，这种是没有的。我觉得啊，就是，欧美现在它目前的那个，它的问题是政治太正确，而不是政治不正确。就所谓就是种族歧视或者是区别对待这种东西，就叫政治不正确。就是他们已经，我觉得欧美人他是受到了很长时间的这种训练，就说那个他们有一根神经绷在那儿，就说，呃。所谓的种族歧视是他们那个脑子里头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神经，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几乎是不会触碰这个东西的啊，就是说他们就是已经被训练出来，那个就是在这方面，就是你不管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表演，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礼貌，也可以说是它是一种教养啊，都可以啊。我觉得在这方面就是很少有，就是直接表现出来的。除非是对一些极端的情况，就比如说现在目前欧洲就是出现的这些难民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啊，比如说前段时间就是英国出那个是爱尔兰吧，好像是不是爱尔兰就是那个苏格兰出的，就是一个那个中东裔的一个难民，当街把一个当地的白人那个斩首式的这种那个就是。啊，这个处刑，你可能也看这个新闻了啊。还有就是，很多的就是所谓的那个穆斯林移民，对于当地人的或者说是他们本民族人的这个性侵事件啊。当然，这个性侵不仅仅是那个移民了，非法移民，可能也有那个就是本地人或者是各个的领域的，但是那个就是非法移民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可能达到60%-70%这样的，就是当地人如果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是他们就很难再那个就是维持这种那个礼貌和那个这种教养了。就是说有时候他们很多地方现在也开始那个走上街头，就说反这个非法移民的这种活动嘛啊。我西班牙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就是我在可能是荷兰好像是有啊，或者是那个在那个英国好像是也有，基本欧洲各个地方其实基本都有，但是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欧洲嘛，我觉得在互联网上，尤其是推特上吧，那就是关于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难民或者就是穆斯林裔的啊这些难民在欧洲的这些所做的这些犯法的事情，可能报道的比较多。那不生活在欧洲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好像说，哎，就是一天一说就是什么欧洲已经被穆斯林毁了，或者什么瑞典已经什么全是这些，其实我觉得没有，对吧？因为你在瑞典1年半了嘛，我前一阵也去了一趟瑞典，我觉得据我观察，就是网上所宣传的那个东西和我们真实接触那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我并没有觉得说好像有很多的穆斯林，然后就飘在街上，然后好像就干一些违法的事情。我没有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我觉得主流的群体，当然肯定瑞典还是以这个当地的白人为主嘛，对吧？就是，我不知道当然，我觉你有得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那个，就是说，可能存在一种这个双重的，就是幸存者偏差吧。
就是比如说嗯，关注这是，个穆斯林问题的，关注非法移民的问题的，可能是他看到的全都是非法移民，就是犯的这些那个罪行嗯啊，或者是引起的这些麻烦，或者是他嗯们那个造成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治安问题的这种严重。然后呢，就嗯是比如说支持非法移民的这种观点呢，可能他在某种程度上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他觉得可能就是嗯挺好的，或者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啊。我觉得这两个视角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一定的倾向性啊，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可能是因为上次咱们聊天你也知道啊，就是我的嗯，这个那个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啊是那个偏向于那个就是右边的这样的啊，可能是那我选择性的就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啊，或者是这方面的就是评论啊，可能嗯。就是在我的这个印象里头，就是觉得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啊。对于另一些嗯，人呢，就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是夸大其词。这个我也不能说我是客观，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呢，都是每个人都有带着某种滤镜来看这个。因为我是感觉瑞典在这方面做的其实还不错，就是你比如说比如在北欧这几个国家里来而言啊，因为它的整个社会发展水平都比较高嘛，对吧？然后这个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也很高。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欧美人他受这种就是我不能够有各种歧视这样的教育，比较就像你说他的教养比较好，但是还是一个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受教育水平的问题，就是你的受教育程度高之后啊，你装也得装的比较有教养，对吧？你装也得装的我不能够去说这些种族歧视的话，但是你看一旦这个受教育程度下来，这个社会立刻的就是种族歧视或者这种民粹的这种东西是根深蒂固的，我觉得在人性里。你看这两天这个世界杯这个事情，就是比如巴拉圭，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巴拉圭的那个议员就是去种族歧视，去辱骂那个法国那个球员姆巴佩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经常一说，因为在华语世界嘛，大家聊的比较多的是说中国人，说中国人有很多人是这种张嘴就来嘛，就是这种种族歧视的话，对吧？但其实这还真的中国人，我觉得在这方面还不是最糟糕的。就是如果去看一看南美的情况，你就会发现南美的这些人的种族歧视有多严重。那嗯我这两天也跟一个朋友在聊，就说为什么呢？就是后来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南美的你还是得说它的社会的发展水平，然后普遍的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还是偏低，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人性的那些东西全都表现出来。那你像在北欧这方面肯定是控制的很好的，但是据我观察，我觉得瑞典相对来说还是偏右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你说相对于哪些国家偏右？相对就于西欧吗？相对于他不，就比如相对于挪威，相对于丹麦，就他们自己北欧内部来比较的话，我嗯觉得瑞典还相对偏右一点。不是，是你觉得不是？相反的，啊？就是相对于挪威和丹麦，瑞典还是左的。就是说，在北欧你觉得瑞内部典左？啊，对，啊，在北欧这5个国家内，瑞典是最左的，最右的是挪威。嗯这个可能咱俩的观察就完全嗯。相反了。但是反正 anyway，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偏右的，然后你觉得大部分瑞典人比你要左，是吧？是，就是说什么呢？瑞典这个左，其实它是那个，怎么说呢？它在某一个段时间内啊，就是非常非嗯常的有效，是有效的。是有效的是什么呢？就是它没有受到外界的挑战。就是这个左呢，就是从经济上还有那个就是政治上的啊左。经济上就比如说那个高税收、高福利，这就是一个经济上的左嘛啊。就是嗯当然他们内部就是把这个系统运行的就是比较好吧，就说啊，虽然高税收、高福利，但是这个社会没有崩。啊，就是还是维持下来了啊，这是他们的左啊。然后在政治上的左呢，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平等、开放、多元吧，多元啊，就是支持多元什么这些，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可能也没有出现太大的挑战，所以说就是瑞典这个左是有效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有效的。最近呢，它可能有偏右的倾向，偏右的倾向，尤其是针对那个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的这一块儿的啊，就是说这个政策也正在不能说逐步的收紧，可能是我觉得这个收紧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或者是比较那个力度比较大的啊。这个是在我看来，你觉得对你胃口吗？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上次就是咱们俩聊天，就是关于那个就是立场和那个政治立场和你自身的身份之间那个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觉得我没有说清楚啊，就是没有说清楚，没说清楚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啊，我现在是一个那个非法移民啊，我的利益肯定是在非法移民的这一块上啊，比如说这个政府的政策如果倾向于非法移民。那么就对我有利啊。如果不倾向于非法移民，那么就对我有害，或者是没有利，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就是这我的身份啊。那我的政治立场呢？有的时候，那你看我的政治立场是有两个团体，第一是非法移民的团体，第二是所谓瑞典纳税人的那个团体啊，就是这两个所谓的那个利益集体吧啊。那么我选择就是站在哪一个队里头呢？就比如说，我倾向于考虑非法移民的感受呢，还是我倾向于考虑瑞典纳税人的感受，或者是这个国家我站在这个国家的角度，这个国家怎样才能够发展的更好呢？啊，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一个就是两个维度的问题。第一，你的身份处于哪个阶层？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选择的。有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就高阶层，比如说你是一个。那你觉得你这1年半在这方面有什么改变吗？还是说没有变化？我觉得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我站在的立场，我始终是，比如说美国，我从来没去过啊，我没去过美国，但是我觉得川普就是推行了这个政策啊，反对非法移民，我觉得我支持那个川普，支持川普，并不是说我觉得那个我跟那些非法移民有仇什么的这些，我只是站在了美国的立场，而没有站在非法移民的立场而已。就是有些人啊，就比如说，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跟价值观有问题。就是有些人啊，他就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就比如说尼采吧，尼采他说就是我们要推行强者的道德，而不是弱者的道德，就是这样的。就你更在乎于哪一种价值啊？就比如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我认为就是比如说欧美社会，它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前驱吧，先驱，就是说它发展的最好嘛，或者是最快，或者是那个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啊。那我觉得就是它这个引领的作用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过来回馈于那些发展的慢的地区，就是欧美社会发展的很快。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不平等，就是欧美人过得好，然后第三世界的人过得不好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欧美的科技的发展，就是人类的科技的发展呢，又反过来可以回馈那些就是落后的地区，就比如说那个你比如说农业方面的这些那科技进步和这个就是信息方面的科技进步，都可以那个就是被动的让那个落后地区得到好处啊。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就是所谓的移民政策如果无限制的话，就是这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不是这个国家了。就比如说那个美国啊，美国是一个谁都想去的地方，因为啥？因为它是一个有钱的地方嘛，是不是？相对于非洲来说，相对于这些，就是相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家都想去美国。那么如果这个无限制的话，那么这个美国这个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就会运转失灵，
我不知道你承认不承认啊，或者是你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这个外来的这种那个就是人如果肯定是不能无休止的嘛。你任何一个系统，你得让它能够正常运转下去，肯定是要遵循一些法则的嘛。你不能说是的，你肯定要遵循一些客观的规律、一些法则，你不能只遵循你心里的一个理想化的一个乌托邦了，这是不可能的嘛。你这东西会崩的。是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向往美国。但是如果要是美国让你们都成为美国人的话，那么美国已经不是美国了，明白吗？就是就是比如说美国现在有3、4亿人口，那么美国一下子如果变成一个像中国那样或印度那样人口，然后由各个国家的人那个移民来充斥进来的话，那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系统要崩溃，或者美国的这套文化体系也要崩溃。那么美国的科技方面，或者说它能引领全球的东西，自然我觉得也要停滞，或者是在某种程度崩溃。那么这种那个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代价的嘛，是吧？我们这样不说美国啊，因为这些问题都是问你在瑞典的问题啊，就是你现在感觉到，你这1年半在瑞典并没有遭受过任何歧视或者不友好的对待，对吧？是的，我觉得我没有那就说明其实瑞典目前的这个系统运转还是 OK 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假设如果说瑞典在吸纳移民的这个系统，无论是什么所谓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啊 ，anyway 就是只要是进来的人啊，移民，不管是难民还是走什么样手续进来的，反正就是说，他如果这个东西失序了。它不奏效了，那肯定会激起当地人的反感嘛，对吧？如果这种情绪放大之后，你肯定能感受到当地人对你的这种排斥或者不友好。那你现在并没有感受到，我们可以从这一个例子就可以反推说，那也就是说，整个瑞典的这个社会运转现在还并没有到我刚才说的这种临界点，就还是 OK 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认同我说的这个判断，就还可以。你说的这个是事实，就是一个事实，就是说它还没有崩溃，就是说它还在运转，有序的运转啊，就是说，当然就是良性的状态，是吧？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一种程度上，它有程度上的区别，就是说虽然它现在没有崩溃，就是还是在正常的运转，但是如果你要是对比。20年前的瑞典，可能是跟现在就是大不同啊。就是现在我20年前我没来过瑞典，我不知道瑞典当时是什么样子，我只知道现在的瑞典是什么样子啊。就是现在的瑞典是我看到的这个样子。那据我有可能20年前的瑞典比现在要好得多得多，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那个下降了，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所谓的就是这个社会的，怎么说呢？用什么词？这个社会的安全程度，或者是它的发达程度，或者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好吧啊，它已经下降了几个点了。但是呢，它比起其他的国家还要好得多，所以我感觉哎，这个国家挺好的呀。其实事实上有可能它已经那个。在慢慢的下降了，就是它这个。我明白你的这个说法，包括未来的一个趋势，对吧？就是说它有可能会继续下降，或者引起人们的担忧啊。OK， 那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是这样。我跟你说一个，就是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前几天经历一个事儿。就是我在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欧洲人喜欢那个送信嘛，你也知道，就是咱们中国人可能是一辈子也收不到几封信啊，他们就经常那个送各种信。然后我前段时间就是收到一个小册子，就是那个册子呢是瑞典的一个党派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册子，那个党派叫瑞典民主党啊，瑞典民主党。然后我看了一下，就是他这个党派是那个。就是所谓的右派的那个，他们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被称为好像是偏极右啊这种党派啊，他是那个不被其他的政党所正面接受的这样一个党啊，就是有点像德国那选择党啊，就是别人不跟他合作啊，这样啊，他的政策里面就是包含着
对那个就是犯罪更加严厉的就是处罚啊，尤其是其中有一条，我看他在他那个党章上，明文上列出来了。严厉反对伊斯兰主义是这样的，就是他在他那个小册子上已经写出来了这样的。所以说我看到这个党呢，然后我上网搜了一下，就是这个党在前些年吧，还是那个就是受排挤的程度是很大的，就是说不受他们这个国家主流的这个政治派别所那个承认，就大家都在那个就是边缘化它。但是呢，最近这些年也是慢慢的开始。它走向主流了啊，就已经那个进入的所谓的国会了啊，原先只是一个边缘小党啊，这个也是我觉得，就这个党派它能够就是它的地位的上升或者它的影响力的上升，也间接的说明了就是关心这个所谓非法移民或者这方面右派的议题的人就是更加多了，这是我啊。OK，那就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当然了，就说他问你这个政币这个难度啊，到瑞典政币的这个难度，你觉得高吗？其实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就是欧洲或者美国这个庇护系统，就是除了政治庇护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别的庇护，或者说政治庇护都包括哪些类别？我具体不是特别清楚。就除了真正就是这种政治破坏以外，你在瑞典的感受，你觉得整个这个流程，你觉得就是对于我的感受，我觉得有可能跟别人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可能我是获得了那个政治庇护，就是我这个申请得到了那个就是所谓的批准啊。但是那个我所经历的就是其他的就是跟我一起的很多人都是被拒绝了啊。所以说，那你说他是那个就是是中国人吗？被拒绝的都是中国人吗？还是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啊？有中国人，也有土耳其人，也有那个就是中东的这些都有啊。可能我见到的就是土耳其人被拒绝的，好像挺多的。这个也跟他们是那个就是北约成员有关系，好像是我感觉啊，就是土耳其人最近那个由于那个埃尔多安的一些政策嘛，就是对他的政策不满，就是埃尔多安有点伊斯兰主义回潮的那个意思嘛啊，所以说土耳其有很多自由派的那些人，他们就是有点受不了这种政策，还有他们党内就是国内的政治斗争也是挺严重的。所以跑到欧洲来不少土耳其人啊，然后这些土耳其人就是被接受的比例很小，大部分都被拒绝。当然我也看到一些中国人就是被拒绝。那中国人被拒绝是因为什么？我见到的中国人其实并不多，我看到几个中国人。就是他们被庇护，就是他们寻求庇护的那个理由，其实，大部分我觉得都是比较那不成立的。我说不成立，就是他那个事情就是比较那个，就是程度上够不上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比如呢？比如说，就是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他在中国就是受到了歧视啊，因为他自己那个就是个子比较矮，他是一个男的，然后他的身高只有差不多1.5米左右吧，啊，就1.5米左右的身高，就是偏矮的这样一个身高。然后他说他在学校啊或者在社会上受到了这种那个就是系统的歧视啊这样的啊这是一个我知道的一个案例啊。还有另一个呢，就是他是在国内，是基督教的信徒，然后呢，他说就是，共产党对他们这个宗教进行了一些那个打压，啊，就他们私人的教会啊，这样进行打压。这个那个，当时我只知道他们是一家子来的，一个父亲，还有一个儿子，还有孙子，就祖孙三代来的。然后我知道他们那个爷爷，他那个爷爷是那个没多长时间就被拒绝了，但是他和他儿子好像是还没有被拒绝。
呃，他们目前正在等待当中啊，还是在等待这个消息。但是我知道的消息是整体来说，就是这个庇护政策是在收紧的啊，就是难度是越来越高的。好吧，那就只能说恭喜你了。这么收紧的情况下，而且这么多人被拒绝，然后你还是通过了啊，非常的不容易啊，恭喜你。那就我们今天差不多就做到这里了，那你就继续在瑞典好好生活吧，好好学瑞典语。跑题跑的也挺厉害的，跑题跑的挺厉害。这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这尽力的在往回拉。无所谓，就是聊天啊，因为我的频道的观众其实好多人还挺惦记你的，就是之前那2次对话之后，经常会有人问我啊，说北京那个张琪怎么样了？他在瑞典怎么样了？还有人问我，所以我觉得今天也让他们看看啊，看看你怎么样了啊。对，因为今天我想跟你聊聊这个话题就是我在监狱里头认识的另一个那个就是政治犯啊，就是他是那个当然我再占用几分钟时间啊，就是介绍一下其他的说你的对政治犯啊，就是说这些藏族的政治犯呢分几种啊，就我刚才说的那种是非常少的，就是说他有旗帜鲜明的这种那个政治倾向。就是我要独立呀、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这是非常非常少，我就见过这一个，剩下大部分呢就是说被政治啊，他不是主动的政治，是被政治犯啊，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会那个在抖音上转发一些歌曲，比如那个歌曲是那个在某种程度上歌颂达赖喇嘛的啊，然后这个比如他转发的这个歌曲，莫名其妙就成了政治犯了，是吧？对，他自己都可能是不知道啥叫政治，然后他就成了政治犯大部分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寺庙的喇嘛，然后在那个寺庙里挂了，比如说达赖喇嘛的一张照片什么的啊，然后被举报了，然后他就被抓起来了，有的判了10年或者是15年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是卖书的，那个书里头可能描写了一些那个所谓的敏感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就被抓起来了。然后我在监狱里头认识的这个人呢，他是那个开了一个就是音乐的，就是搞音乐的一个工作室啊。然后他说好像是他自己那个就是编写了一些就是关于宗教啊或者民族啊或者是这些方面敏感的这些歌曲啊，然后就是发行了这样的歌曲。然后他被国安那个就是盯了很久之后，可能几年之久之后，然后才把他给抓了。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重点来就是处理的啊。然后他被抓了之后，他在看守所就被关了4年的时间啊，就是没有被审判的情况下，他在看守所待了4年的时间啊。然后跟我一起投到监狱里，然后我们也聊了很多，反正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政治犯嘛，然后那个我们的聊天也被那个就是狱警给那个监控了，就是说提醒了你俩不要在一起聊天啊。就是有一次我俩偷偷的聊天，我问他我说你有什么感觉？他被判了15年，就是以间谍罪被判了15年啊。我说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得挺窝囊的。他这么说的啊，就是当然他的这个汉语也挺好的，就他说这窝囊这个词啊，然后当时我觉得就是对我的那个冲击挺大的，他说这句话啊，其实我这些年活得挺窝囊的，因为我一下就能感同身受他那个感觉啊，就是说那个处于一生下来就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就是这个一生下来我这个民族就被系统的这样的打压啊。所以说，他说我活得挺窝囊，我觉得真的是挺触动我的。所以说我当时由于他这个原因，我想着就是就是一开头我跟你说的，就是说他们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的一种责任吧，可能在某种程度，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由于跟他们接触的之后啊，我产生这个想法，所以说今天就跟你说了这些东西啊。好，感谢你为他们继续的发声，那我们就继续啊，
那就继续这样，你就继续在瑞典好好待着，然后有什么样的新的想法，随时可以来找我聊天，好不好？好，谢谢，谢啊，谢谢你谢谢张琪，谢谢所有谢。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啊，拜拜，呃，拜拜，藏语叫嘎真亲，拜拜。拜。